我觉得第一把可能对面的辩证是他没有预判到的。对，而且快手上把很亏的一个点是，他又一直锁着大师这个班位了，感觉。没错。AG 班吃差，然后快手班大师。怎么感觉 AG 还是吃杀关羽呢？苏烈一样的，还是要逼搬盾山。对，就给你关羽，他觉得一个关羽我能处理。好，搬盾山了。那这把双边就是常规，这把应该就是少次元什么的互打。潜龙腾渊，龙凌霄上，向世间。如果快手敢出一手少次元加离的话，那我 AG 的张良昭君肯定是不怕你塞楼女娲或者关羽，因为拆火太少了，一个关羽或者一个女娲或者武则天也不太够。驰骋草原，苍深渊。快手是一个比较喜欢拿苍打敖影的队伍。战场苍打敖影还不错，你仍需磨砺。因为苍和敖影这两个英雄都是小雨在这个赛季使用次数最多的两个。对，而且苍首先他1v1对线龙人他不难受，而且1级他可以自己1v1就控资源，然后其次他还能防一手 AG 的张良昭君，因为这个英雄他可以就是放狗子嘛，然后帮他就是照视野，然后对面来抓，踩到一个地雷就直接被逮住了。张飞打大雨，张飞狂铁，很肉，很肉，很肉，先把2个前排怼出来。有些队伍的话可能就吕布了。还真是哇，这把吕布有点狠呐，是吧？但快手我不知道无言快手不一定的，对，快手是一个不一定的。这是考虑到团战的时候怎么去处理掉这个敖影了。没错，马超这一手可以打摇摆，无论是边路对狂铁或者打野，首先他们对龙人都有一定的限制，而且跑图就溜这种带线能力不强，但是正面很肉的，他是自己玩的是很爽。这样的话，两边都把自己的中野啊放到了后置位出。快手这边是有一个 counter 位，感觉这把他只需要4楼抢一个正面最强的，然后就是10楼再来一个 counter 的，那中轴肯定是他们的，因为大宇前期肯定就比张飞强了。他如果从打野角度来说的话，感觉这把句号大司命还有一定的强度支撑。对，要看快手有没有把阿古朵搬掉。不把阿古朵的话，那肯定不敢4楼出大司命。玩火舞感觉快手这边可能想玩一个野核，因为玩弹野的话肯定是不用搬这个火舞的。那他这样的话，有可能还真会把马超摇摆到打野上面。对，确实，因为之前就要是玩过一把马超打野的，而且还获胜了。我感觉老虎火虎这个班位有点为马超来搬的。因为马超在前中期对抗上很害怕这2个英雄，但其实打野前中期能打马超的英雄太多了，橘子啊，还有云鹰啊，进老虎，基本反正马超刷到1、2件套之前，基本都是对位不过这些野核的。你别说 AG 这个阵容配个云鹰都还不错，有一定的空间，有开团，有带线，有自保。然后 AG 这边是把对面有团控、有前期强度的一些中轴全部都搬掉了。快手肯定不是大司命，那4楼可能会选择一个卖中单，然后再摇摆一下，有可能10楼掏出来一个吕布，因为 AG 这边没搬。哇，西施，这个吕布感觉要写在脸上了。如果你但凡再出个弹野的话，吕布真要摆你脸上，应该不会是个弹野，这把 AG 来个野核。因为感觉就是云鹰或者阿古朵吧，海月。云鹰的话就是考虑自己的阵容对位上面会比较的不错，阿古朵就是预防你再去出一个大司命。那感觉快手这种来个吕布没毛病，因为只需要西施大宇把团开起来，然后马超早就会收割。马超对位阿古朵的话，也就前期劣势一点，中期带线什么的，左边吕布虽时但到，3楼当时就收到了。这个铺垫的太明显了，这个老虎火舞还有4楼出西施。对。但我觉得 AG 应该是有预想到这样的情况，他们觉得不怕。因为这样的阵容大家会发现做完了以后，快手其实面临和上一把有一个相同的问题，在于它的核心有点多。而且 AG 上一次就是季后赛上面打吕布的时候，也是掏了一个海月的阵容。对。这把阵容的话，首先 AG 这边前期肯定是要强于快手的，无论是阿古朵的节奏啊，还有就是海月1级的线权。发育路虽然没线权，但海月前期在中轴实在是太强了。马超也不像大司命啊，或者夏侯惇、袁坦这种1级能在中线上给予你帮助。那么
，AG 肯定是能拿到发育路资源的，然后阿古朵再顺杀上去，应该是双边资源都能控。然后这把我感觉主要看一下中艺的刷新，如果他这个阿古朵经济非常爆表的话，那马超肯定打不过，而且右边这种只要 AG 保好中艺的发育啊，然后站好视野，阿古朵其实打右边这种，他左边就相当于2个手在输出，我海月只需要盯你马超，其实快手就比较难受。那其实从前期的阵容强度上面来说的话 ，AG 它的一个双边和中轴的强度是可以保证阿古朵的刷野是比较舒适的。没错，他的野区是完全安全的，对，对面是进不了的。所以一下子这个进攻压力好像又抛到了快手这套阵容身上了。是的，那就只能看快手这边流浪他的一个抓机会能力了。这把前中期有没有优势，那真的就看流浪。对，然后我看医生这边召唤师技能带的也是一个闪现，就看他们中辅之间利用自己的开团能力能不能帮助他们找机会了。如果在前几分钟都是平稳发育的话，那到中期开始 AG 开始围绕阿古朵这边打推进的时候，就是快手难受的时候了。如果双方都均势发育到中期啊，那肯定团战是快手好打，然后就要看 AG 前中期阿古朵加海月这2个英雄的节奏怎么样。4分钟，打完团以后，到底能不能去推掉快手的1塔，然后把推进节奏给起起来，让你没有机会跟我打5人团，我这阵容就不停的就逼你少人跟我打，然后我人多的时候跟你打。就打这种正面的消耗压制，对，它其实会和上一局的整体框架有点类似。是的。所以就看一下快手这把又有进攻压力的情况底下，而且句号又玩到了自己这个赛季的第2把马超打野，他这把其实和中轴联动起来的话，其实是可以放经济的所以要看一下句号他自己这一把能不能够去更快的把自己的经济刷起来了。感觉这把西施其实在前中期无论去边路，还有在发育路都很难起节奏，因为就算掉到一个狂铁对吧，人家有闪规避你一波。所以就要看流浪他自己的个人判断和那种灵机一动了。进入到双方的第2小局，蓝色方成都 AG 超会，红色方 KSG， 我是解说一雪，我是解说黄超，我是解说小胖。哇，医生怎么这么惨啊？哇，医生这个状态线不用对了呀，是被海月直接打掉的状态。对，应该是敖影先来河道找了一波医生。这个资源海月往下一偏，你要不了了。然后海月再往上偏，盯住西施。马超的这个开局选择没什么问题，因为他前期对抗肯定打不过阿古朵。选择就是对抗路开，然后吃中线不对抗，然后去保经济。上路的这个空间之灵 ，KSG 也是要不了。看这劣质吕布这一下还没挥到，感觉这2把 KSG 前中期的细节都有点差。无论是无言对劣质血量，还有斩杀线这个控制把控，对，这把 AG 前期又是吃到了双边资源，下路这线卡到塔前，我终于还能再传下去吃一波。如果你再卡住的话，那我能吃波3线。长驱直入。那阿古朵前期的发育又会提起来了。对，哇，这个线还卡住了，甚至没卡到兵。哇，那阿古朵这样爽。反而是马超这波支援下来，他其实有点拖节奏。可以看到这2把中艺前中期的发育都畅通无阻，没有受到影响。回到无言的第一视角，而且在资源碰撞还有小细节上 ，AG 明显今天做足了准备。围枪。AG 又领先了500-600的经济，一起过线，把线护进去。西施这波是藏了自己的视野往上走，渲染不出去，渲染吃不了这个线，这个线敢吃的话肯定是要死的。这个血量，狂铁前中期1v1的情况下还是打不过吕布的。对，这波 AG 的沟通应该也是有的，渲染他宁愿漏一个兵，他都不愿意出去冒一下。对，这波看见海月长生在 L 草蹲到了小雨的仓，是一个闪换闪，然后上路也打了起来。终于这边大招是砸出了无言的一手大招。对。西施和吕布这波被抽废了，因为中艺他这2场判断的很好，他知道对面马超的刷野路线，然后知道他要去干嘛，然后他就基本避着，然后就是他用他的强势去打对面。但是有好消息，就是快手这边马超的发育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但快手这边，我们通过心率能够感觉到流浪和医生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因为他们是这套阵容要出节奏的2个点。是的，上路没起节奏，流浪又想来下路尝试一波，对但他大招应该还有一会儿时间，对，刚好看他要不要闪掉。但张飞这个位置啊，也比较有说法。只需要一个一血，快手的前期就可以平稳发育下来。会是谁呢？这个小草里面，张飞这个位置给的压力很大，是的。也把你西施看得干干净净。如果动手的话，这波仓是没有闪现的。对，海月也是在等着这西施动手呢。没错，所以两边现在都不太敢轻举妄动。没拉到，那这波4分钟他肯定接不了了。一览无余。西施的大招都已经没了。要压一波下路，给压力，顺到双大砸了。过去，找到了西施，西施交了一个闪现，状态非常惨，还是被带走了。然后侧面的一个位置找到了没有闪现的仓，双击全倒，传回塔下了，这位置肯定走不了了。这个位置有点难。哦，留了一个中路的顶。但对于 AG 来说，前期想要的节奏还是抓在手里了。这前期打的这一波，感觉快手已经崩掉了。是的，这2把 AG 前中期的节奏都打得很漂亮。1分钟的龙也可以直接拿到手。综艺现在经济可能比马超稍微差一点或者平，但是没有关系，他现在在正面推进起来，其实马超有海月和龙人限制着。马超就算有钱也有力使不出，他会进不了场。对，现在的破局者要从流浪和医生变成句号了。句号现在确实也是全场最高的一个经济，就看他能不能把经济转化到正面的这种拉扯消耗能力上。要看他发育到7到9分钟这段时间点，他很强的时候能不能找一波突破口。这波快手是想过来爆一波50的。要强行打，渲染交了一个闪现，躲开了，有拉到，球，拉回来，张飞过来，大招做拆火，保了一手，技能的互换，跟上把一样。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快手他在前期小逆之后，他会找机会在上路爆波50，看看能不能起到节奏。但是如果起不了节奏的话，让 AG 顶住了之后，AG 再次重新整理野区进行推进的时候，快手就会进入一段时间的一个沉寂期。其实你聊到这样的一个思路，我觉得和上一场当时狼打 AG 的时候有点像，因为上场的时候其实狼队在前期给到渲染上面很大的压力。现在完全就是 AG 的运营节奏。对，他们正面有比较好的一个消耗能力。对，疯狂的蚕食你的小野。冰毛是针对马超很好的一个装备。没错。挂到减速，包括这把的话，渲染也是很明确，他先出了苍穹，他就打在一个前点就可以。现在看快手的经济，就算在经济落后2000的情况下，但是他的马超依然是全场1号位。没错。但其实我上把就说了嘛，就这种你正面打不过的阵容，其实一个刺客再有钱，就是只要对面不出大失误，其实你是很难顶着1打3啊、1打4啊，你冲进去把人杀了，那种真的就是很夸张。他现在没有太多的进场环境，对他现在只能刷，要等，再等一个装备。哇，这波长生是直接传了下来，半要血，把他带进去了。这个所有人往下转，正面闪现躲一下，只能牵扯住一波。马超在里面是能够杀掉海月，要看一下出来的一个位置，队友过来做一波接应，这样的话句号是抓到了一个不错的机会。这波其实不用跟马超去进行这样一个博弈的，传下来的话就待在塔下就可以了。这边又拉到，拉不躲，这波5打4肯定要找机会。没错，继续耗。现在是马超的强势期，他想控这波红，对，有惩在的。侧面小鱼这个位置要被马超拿着红戳2枪，这波大招必须要交了。侧面的话是给了一下电，这个位置西施又保了他一手，就要有拉扯出来了。那现在就到快手的回合了，相当于是连续打了2波小节奏。是的。现在 AG 正面的前排就站不住了，在西施、吕布、马超的3重冲击下，现在是快手的绝对强势期。这马超经济也是要领先 AG 这里1号位快1000块钱，而且龙人现在也是很疲软。
对于我前段时间不是玩了一段时间海月嘛，我发现打边路马超是挺好打的，但是打那种打野马超，但凡经济高我个1、2千，这拉进去满血就是斩杀线我，哇，直接就把我单杀了，根本玩不了，就无法对抗啊。对，应对这种情况的话，那只能选择主2技能，然后进去一直扣2，一直扣2，然后队友在旁边也打不了马超多少血，然后就看队友能不能把马超守死，就只能拖时间。而当时的那种情况，AG 有点在打3线，他中路也放人了，上路也放人，然后海月传下路那里，包括他们在河道位置是快手的视野，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去接这个海月。是的，下路这个位置的话，把敖影的大招给戳了出来，对，一直在找机会消耗，打得很凶这把句号。对。因为 AG 他的这个阵容的话，他消耗能力强，但是他没有很强硬的那种控制，可以给到马超。他只有一些大团控，哎，正面这个位置闪换闪反应非常快。但其实闪换闪的话，肯定是流浪更舒服的，因为他只需要拉前排就行。吕布这个位置一个大招跳进去，张飞大招已经吼完了，要看后续。这个位置海月把吕布带完了以后，外面 AG 要选择先控红，但是句号绕了一波过来，给到了一定的压力。那要看里面出来的人了，保留一定的血量。爆发不起来团战了，都撤退。其实就算他没有闪，他也可以站在正面拉乱前排，但你海月真的没闪，就不太好往前挤，很难拉到人。出了一手金身海月，那这种海月基本拉进去马超只能拖时间，然后要看外头打得怎么样。就其实现在这个海月的作用更多的像是小鱼手滑了，这个大招，那这条龙肯定争不了了呀。因为10分钟龙点快手是知道这个信息在的，而且巨号的实时经济来到了8300，是远超他胜场10分钟的经济均值的。中野这个位置没人排吗？就一绕龙，要滚进去了，大招直接一砸，最后这条龙还是句号给拿到了。侧面的话，大鱼儿只能给了一手控制，正面和张飞互顶了一波闪现拉扯了出来，但是到侧面直接收掉了长生。吕布大招配上最后留人一技能再来一刀，比甲超现在是2连击的大招，再戳一枪，小雨拿到了击杀，但这波10分钟龙团快手大获全胜啊！哇，这把说实话真的感觉还能追，张飞没有大招，还能戳。再拉扯一下，再拉扯一下，还要打吗？还要打，兵甲给了一下，等队友把上线送过来再接他。句号无坚不摧啊！目前他的马超100%参团率。说实话，这把真的句号一个人在带飞啊，好 C 啊！这个马超，真的是队友把经济倾斜给他，那我真的是力挽狂澜。对。但是从侧面反映出来一个问题，就我发现今天。就是快手他们下半图的状态不是很在线，因为你看小雨他前期会有莫名其妙的死亡，包括第一把鲁班7号就是那种阵亡，其实在老鲁班还有老晋就这种你打进打多了，你肯定不能这样死的，对，就有点过于好切了。但是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看到快手今天他其实上半图给到了比较大的压力。对。无言和句号这边状态保持的是不错的，对的，而且观察到句号随着他的经济增长的还有他的心率啊。对，他一开始杀前的时候心还没那么高，要轮到他操作的时候心率就上来了。现在已经145了，看他手艺非常的稳，一点都不抖。对，全场最高经济的马超。对，马超这英雄就是这样，收起来一波就管不住了。我感觉 AG 这把打3线其实也是在给马超拓发育。如果你2线就硬种，那时候马超才1、2件套的时候，其实是对海月没什么威胁，而且阿古罗对他有冰毛推进起来，马超也没什么办法的。对。但那时候他们抱的不坚决，3线中真的被逮到一波缺口，那你真的管不住他。主要是现在拖起来的不单单是这个马超，还有吕布，都已经有破军了。对。就相当于他上野的装备全部都已经拖的要成型了。现在快手只要不着急，慢慢拉前排打前排，耗状态。控了3线过来。对，现在仓的经济也是非常的爆炸。线压过来可以先看一下流浪。侧面卡位置 ，AG 是不选择守中路的高地了，直接转上。正面的话，阿古斗大招已经砸完了，砸出了仓的一手闪现，但上路高地也被带掉。正面拉到了一手渲染的这一手狂铁，交了一个苍穹往后走。只需要再等稀释一套技能，
在等正面的话，吕布哇要率先动手了，大招跳进去，闪现拉开，张飞有说法，大招以后后方的是一个大雨，那自己的位置有点难受了，这边小雨要点死了，而且句号换了一个复活甲，是想配上队友直接去打终结的，有一个中上两路线可以打一波，正面是一个5打4的情况，看一下敖影这波配合上还是直接先把马车给带走了，然后正面这个位置的话，西施一拉到了对面那手狂点扛住了第一波，让队友把这个线给清掉了，敖影这边大招朝前，直接把吕布杀掉，但出来以后看一下句号的位置又是一枪带走了对手，感觉下路还有一波下，还是有机会终结。大雨一个大招砸完之后，小雨拿到了一手3连决胜，下路的兵线进来，随着4连超快的播报出现，让我们恭喜 KSG 扳回一局。太漂亮了，句号这个马超，我看见了他的勇气，而且。